比特币怎么又化门了呢？接下来的行情该如何看待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呢，我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那张多单哦。那我认为现在已经失去了继续持有它的价值了。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利润，我们就把这些利润给平仓，然后离场。我们直接就市价平仓吧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仓算是赚了4000多美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发生了什么情况哦。对了，如果说你也想要在 Bybit 上面交易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你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会送你1000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。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盘面吧。那其实呢，你可以发现呢，目前我认为呢，我们已经可以确认是走出了一个假的突破了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哦，我们在昨天的突破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在做这张多单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在突破前高的时候，我会加仓，我个人会加仓。但是呢，在昨天突破前高的时候，多头的量能并没有放出来，所以我个人就没有加仓。那目前可以验证我当时所做的决定呢是正确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当前出现这根空头的柱子呢，第一个它有长长的上影线，然后实体部分呢也挺饱满的，而且这根量能啊，最让我认为应该要注意的呢是这根 K 线的量能。这根 K 线的量能呢，它比所有之前所放出来的阳线量能都要来得更高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啊，这根阴线它的柱子呢，跟前面这根跌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啊。所以你可以知道啊，这根柱子它的量能是有多么的强大。好，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啊，它做了突破，我们一样用磁铁把它给画出来啊。那突破之后呢，它居然又回来了，而且呢，它对前高做了一个假的突破。我会认为啊，当这根柱子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在这个位置它所做的突破，它是无效的，它是失效的。那我们现在其实回落所跌到的位置呢，就是在27300嘛，就是我们前期的互换啊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位置它有阻力，然后我们回来变成支撑。那现在有小小的反弹很正常啊，但我认为继续持有多单的价值呢，或者说理由啊，已经失去了。其实我们就不妨可以复盘一下，我们在过去呢，只要我们一突破趋势线啊，通常我们都会有相应的涨幅出现。你可以看在这个位置啊，突破之后，它立刻回来了嘛，那这个就是失效了。通常好的趋势线呢，健康的趋势线的突破呢，应该长成什么样子？比如说这里的突破，那就一定要继续持有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小一点级别，当然这个是级别比较小的，比如说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啊，它有一个不错的突破啊，这也是个机会。那更往前当然有很多了，不过呢，有没有失败的突破呢？或者说有没有像我们这次这种假的突破呢？有的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这条趋势线呢，它一直压制着我们，接触点也绝对够，但我们突破过后呢，我们并没有有效的拉升，跟我们后面看到这种成功的案例呢，其实就很明显不一样了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出现假跌破之后啊，它就顺势开启了一波新的空头行情。那我们现在会不会直接开启一波新的空头行情呢？这个还不好说，我个人也还没有下空单，因为我认为还不是时机哦。但如果说出现了好的时机点的话呢，我个人是会再入场空单的。那如果我们切到4小时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我认为这个位置相当重要，就是我们刚刚在日线所画的互换嘛。你可以看我们空头它下来的这个柱子的量能呢，绝对远远的干过我们的当时多头上去的情况，而且我们突破所产生的上涨呢，几乎完全被我们后来的下跌给完全的吃掉。那我认为持有多单的任何价值呢，已经失去了，已经失去持有多单的价值了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我们这一波跌幅呢，跌得最凶的、跌得最狠的，其实就是以太坊啊。以太坊你可以发现呢，当我们突破了趋势线过后呢，其实我们早就突破了。比特币它还没有突破之后，以太坊已经先突破了，而是我们昨天的涨幅呢，完全被吞了回来。你可以发现这个是我们昨天所发生的涨幅。昨天比特币上涨的时候，突破的时候呢，以太坊它冲的就是这一根，结果呢，后来在晚上的时候、半夜的时候，又立刻被我们今天的这根阴线呢给直接打了下来，而且它插针的位置呢，直接就插到了我们当时突破的这个前高点真的是很狠。那我相信以太坊的这次很暴力的下跌呢，其实我认为跟利多出尽呢有很大的关系。怎么说利多出尽呢？我相信有在关注期货，美国那边
期货 ETF 的朋友呢，都有注意到，在10月2号呢，美国上线了非常多档的以太坊期货 ETF。当然了，以太坊期货 ETF， 我认为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，因为比特币期货 ETF 早在2021年的12月呢就已经通过了。那我们现在，2022年的12月呢就已经通过了。那我们现在呢是以太坊的期货 ETF， 这个上线我觉得就不足为奇了。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上线之前，它确实有一波利多的拉升嘛。那上线过后呢，靴子落地，利多出尽，它就开始下跌了。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，我认为也算是利空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交易量，因为如果说交易量不好的话，那就可以代表，这个标的它对这些投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有人在 Twitter 上面就帮我们整理了这些以太坊的 ETF 呢，在过去的一天它的总交易量呢是小于200万美金的，2个 million，192万美金左右。那相比于比特币呢，当然当时比特币它是在最高点嘛6万9的时候的位置，然后去上线了比特币的期货 ETF。当时比特币的期货 ETF 呢，在前15分钟交易量就突破了2亿美金了。我们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当然英文它是比较好表达的，直接是200个 million 2亿美金前15分钟，这是比特币的交易量。以太坊呢，一整天全部的期货就是2个 million， 所以交易量非常小那看来大家是对于持有现货这个是比较有兴趣的，这种期货 ETF 呢是不太受欢迎那这个利空呢就造成以太坊它就突然往下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还是看盘面嘛，毕竟一些消息什么的，这个也是我们事后再去解读的。那我们一样可以观察一些我认为也很值得观察的事比如说呢，像 SPY 标普百呢，我们之前有谈到的头肩顶的形态它就已经非常完美的跌破了。你可以发现，在这个位置呢，它有出现了一个头肩顶形态。那这个头肩顶形态呢，它在跌破过后它还对颈线有一次回撤。你可以发现呢，在这个位置它对颈线呢是有产生过一次回撤的，回撤在这个地方。那我认为在 SPY 上呢，这个头肩顶是已经成立了，而且它已经跌破颈线了，绝对没问题了，已经成立了。那其实我们昨天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呢 ，SPY 也没有跟上那再来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DXY 呢，从周线有点大级别了。我们从日线来看它也突破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阻力嘛。那当然DXY 呢，它跟比特币的走势呢，基本上就是反向的相关。就只要 DXY 上涨，美元上涨呢，那比特币就会下跌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